3I Atlas 急速掠过木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几天前，也就是2026年3月16日，一颗来自星际深处的天体，以仅10万公里的微小误差，精准擦过木星引力边界，完成近距离飞掠。这是人类观测史上绝无仅有的星际天体过境事件。可从头到尾 ，NASA 没有发一条官方公告，没有开一场新闻发布会，甚至连一条常规的天文观测推文都没更新。欧洲空间局、全球各大航天机构也全程集体晋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面对这样百年难遇的宇宙奇观，手握顶级探测设备的 NASA 到底在怕什么？还是在隐瞒什么呢？首先声明，今天我讲的所有内容没有凭空捏造的阴谋论，全部基于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实测数据、欧洲空间局 JUICE 探测器的观测结果，以及本周发表在 Research Square 平台的同行评审预印本研究。每一个数据都有权威来源，每一个疑点都有实测支撑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你会彻底明白，这颗代号 3I Atlas 的天体或许真的不是我们以往认知里的彗星，而 NASA 的沉默就是整个事件最响亮的答案。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3月16日的飞掠现场，这个细节细想下来直冒冷汗。木星作为太阳系最大的行星，它的引力掌控范围有明确边界，也就是希尔球边界，精准半径是5350万公里，超出这个范围，太阳引力就会压过木星引力。而 3I Atlas 飞掠木星时，最近距离刚好是5360万公里，仅仅深入木星引力边界10万公里。这个差距放在动辄万亿公里的太阳系尺度里，几乎等同于针尖对麦芒的精准。我给大家算一笔账，整个太阳系直径超过5万亿公里，这颗在星际空间漂泊了100亿年的天体，没有任何动力推进，没有人为轨道操控，按照宇宙随机轨道测算，能以10万公里误差精准擦过木星引力边缘的概率只有数万分之一。这就好比你闭着眼睛扔一颗石子，要精准穿过100米外一个针孔，难度高到近乎不可能，可它偏偏做到了。老铁们，这真的只是一场随机的宇宙巧合吗？更诡异的是，这次飞掠的时机和效果完全复刻了人类航天器的引力弹弓机动。我们都知道，旅行者号、卡西尼号这些深空探测器想要提速飞出太阳系，都会借助巨行星引力做重力助推，每一次机动都要经过海量算力测算、极致精准的轨道设计，差1公里都可能被行星捕获或者撞毁。而 3I Atlas 这次飞掠完美避开了被木星捕获的风险，刚好借助木星引力场完成加速，随后径直朝着太阳系外飞去，全程轨道没有丝毫偏移，就像提前算好了所有参数，带着明确的目的路过太阳系。如果说精准飞掠只是第一层反常，那么本周公布的天体年龄直接颠覆了全人类对太阳系天体的认知。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它过近日点后，立刻开展同位素探测，结合最新研究测算出 3I Atlas 的年龄在100亿至120亿年之间。这个数字有多恐怖？宇宙的总年龄才138亿年，太阳系形成至今不过46亿年，地球的年龄也只有45.5亿年。这意味着这颗天体比地球的年龄大2.5到3倍。它形成的时候，太阳还没有诞生，太阳系连一片星云都算不上，银河系还处于恒星密集形成的早期阶段，环境贫瘠又剧烈。不妨想象一下，在长达100亿年的时间里，它穿过宇宙虚空，越过银盘，游走在人类望远镜根本触及不到的星际深渊，躲过了无数次恒星爆发、天体撞击，偏偏在人类发明出韦伯望远镜 JUICE 探测器的这个时间点，闯进太阳系，还刚好完成了这场近距离飞掠。这种极致的时间巧合，放在天文研究里几乎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，可它实实在在发生了，而 NASA 对此没有任何一句解读。紧接着，韦伯望远镜的化学探测数据直接把 3I Atlas 的反常性拉满。科研人员检测发现，它体内的氘元素浓度远超人类迄今研究过的所有彗星和太阳系天体，碳同位素比值也完全跳出了太阳系周边天体的常规范围。这些化学数据就是它的宇宙出生证明，
明确显示它形成于30开尔文以下的极低温环境，比冥王星表面温度还要低，形成环境极度缺乏金属物质，完全符合100亿年前早期银河系的特征，和太阳系内的任何天体都不是一个辈分。更让人无法解释的是元素比例异常。早期银河系重金属资源极度稀缺，初代恒星还没有通过核聚变释放铁、镍这类重元素。可3I Atlas 周边的气体云里，镍元素含量远高于铁元素，这种比例和工业镍合金高度契合，完全不是天然彗星该有的地质特征。一边是同位素实锤的早期银河系起源，一边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重金属比例，两套数据完全矛盾。这就说明这颗天体的内部一定有不属于原始组成的外来物质。可 NASA 和各大航天机构对这个核心矛盾只字不提。除此之外，它携带的有机分子更是暗藏玄机。过近日点后，它释放复杂含碳化合物的速度持续加快，这类化合物和生物化学物质高度相关。要知道，在星际空间漂泊100亿年，宇宙射线会无死角轰击天体，这些有机物质想要完好保存，必须被至少10米厚的全方位屏蔽层包裹。这种规整的保护层结构，根本不是冰和岩石随机堆叠能形成的，更像是一个刻意打造的密封容器，专门用来保护核心物质。而且这些有机物质偏偏在过近日点时集中释放，就像被太阳热量触发了某个封存100亿年的开关。这种精准的触发机制，天然天体根本无法实现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欧洲空间局不是有 JUICE 探测器在木星附近吗？难道没有拍到关键证据？事实是 JUICE 探测器刚好处于最佳观测位置，搭载的雅努斯相机拍到了它的清晰绘发和彗尾，可欧空局只对外公布了一张黑白照片。探测器上的光谱仪、粒子探测器、磁场传感器，这些能捕捉天体化学指纹、电磁信号的核心设备，采集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至今被完全封存，没有半点公开。NASA 作为全球航天领域的领军者，手里掌握着更多射电望远镜和深空探测数据，却选择和欧空局一样保持沉默，连基础的数据汇总都不发布。这种默契的晋升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。还有一个被主流媒体完全忽略的细节，更能印证这份沉默的不寻常。哈佛大学伽利略计划负责人阿维勒布，他曾提出过著名的勒布分类尺度，把天体从完全天然的0级到外星科技的10级划分等级。3I Atlas 刚被发现时，他将其归为4级，还公开发表论文，接受采访解读。可本周最新数据公布后，他明确表示上调了评级，却始终不肯公开新的等级数值，公众表态变得极度谨慎。要知道，等级上调意味着这颗天体的反常性大幅提升，甚至偏向非天然范畴，而这位科学家的闭口不谈和 NASA 的沉默形成了完美呼应。我们再看看它的飞行轨迹，这是最能证明它非天然的核心证据。科研人员观测发现，它穿越太阳系内侧时存在明显的非引力加速度，这种侧向推力无法用太阳辐射、天体士气来解释。按理说，受到未知外力推动，天体轨道一定会出现紊乱偏移，可它的飞出轨道极度规整，每秒60公里以上的速度飞离太阳系，推力仿佛全程可控，到了合适时机就精准停止，完美维持预设航线。而且飞过木星后，它的彗发尘埃云快速收缩，亮度急剧减弱，主动关闭了自身的可见特征，就像完成了观测任务，刻意隐蔽自己，重新回到星际黑暗中。其实人类不是没有机会追上它。揭开真相，专业轨道力学团队已经完成全套测算，通过太阳帆推进技术配合现有发射设备，在当前狭窄的窗口期内，完全能发射探测器追上 3I Atlas。轨道设计、硬件方案全部完善，只差航天机构的立项决策。可从最佳探测窗口期到来至今，已经过去了数月 ，NASA 没有任何启动任务的表态，全球没有一家航天机构公开推进这个项目。明明有机会触碰宇宙级真相，却偏偏选择放弃，这绝对不是预算不足、流程繁琐能解释的。很多人会说，
或许只是科研数据还没整理完，航天机构流程慢很正常。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这只是一颗普通的古老彗星，NASA 早就铺天盖地宣传，发布高清影像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抢占天文研究的头条。可面对3I Atlas，他们选择深埋数据，集体沉默。唯一的解释就是核心数据太过颠覆，一旦公开，会直接推翻人类对太阳系天体、对自然形成规则的全部认知，甚至引发无法解答的终极疑问。这份压力，没有一家航天机构敢轻易承担。我们不妨做一个最简单的判断，不用纠结复杂的科研术语，只看核心逻辑。要解释3I Atlas 的精准飞掠轨迹、100亿岁高龄、矛盾的化学组成、可控的飞行状态、全方位的屏蔽结构，我们需要相信无数个宇宙级巧合同时发生。而如果假设它并非天然形成，所有反常现象都能自洽，所有诡异细节都有合理的解释，哪一种解释更站得住脚呢？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现在3I Atlas 已经飞过木星，正朝着太阳系边缘飞速前进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就会越过海王星，冲出日球层顶，重新回到漂泊100亿年的星际空间，彻底消失在人类的观测视野里。我们拥有韦伯望远镜、JUICE 探测器，手握全套实测数据，却因为机构的沉默和犹豫，错失了近距离探索它的唯一机会。等到未来完整论文发表、数据公开时，我们只剩下满屏的数字和永远解不开的疑问。